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再来读5分钟的一小段六祖坛经。我们继续昨天的进度哈，行有品这里，昨天读到这里哈，江州别驾帮慧能呢读诵了神秀的诗句。那慧能有跟别驾说呢，要学佛呢，要启发自己菩提自信的人呢，不能够存有我相和分别心哈。那我们继续呢来聊，今天的进度是来到这一首慧能的诗句哈。我们先念一遍吧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那么简单分享一下对这首诗句的心得哈。菩提的话呢，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嘛，就是指这个菩提，就是指我们的佛性哈，指我们的自性，它所指的也是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哈。那我们记得在神秀的诗句中，第一句有提到哈，身是菩提树，所以说。在神秀的诗句里面呢，它着重于身心哈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所以说呢，神秀的诗句中提到的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肉体呢，是成佛的一个菩提树哈，也是我们有人生才能够修行嘛。但是呢，在这边呢，慧能因为呢，在这里的话要凸显出来，就是说，五祖的作业是要所有的徒弟连接到我们的自信智慧当中，去领悟生命的本来面目，然后做成一首诗句出来。所以说呢，因为神秀的诗句呢，五祖说还没入门嘛，因为他在身心的层面而已，他并没有把自信智慧的对自信智慧的领悟呢给表达出来哈，他表达的是身心的层面。所以说六祖慧能这边诗句呢，它就相当于补充，也相当于进一步的去凸显出真正的菩提自性是怎么样的呢？菩提自性呢，本来呢就没有这个物质肉体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灵性、我们的佛性呢，在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前呢，它本来就没有物质实体的。所以说，菩提自性它并不是一个有物质实体的一个东西哈。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能量或一种精神体来了解的话，可能会更贴切一点。再来第二句呢，讲的就是这个心了哈。神秀说呢，心如明镜台，心就是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呢，可以映照万事万物哈。但是呢，这个心大家呢容易呢以为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，就是这个能够思考、能够分别的心。所以说呢，五祖才会说思量即不中用。就他在出这个作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先提醒徒弟说，这个心呢不是平常我们想事情、思考、分析的这个心哈，千万别用错了，莫错用意啊，不要用到这个第六意识心了。所以说慧能这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呢，真正能够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有觉知能力的，并不是这个第六意识心。明镜亦非台，真正的自信智慧呢，这个是以我们所有的觉知能力，我们生命力和智慧的源头呢，并不是在于第六意识心。第六意识心呢，它跟这个肉体菩提树明镜台，第六意识心同样是我们这个肉体聚合而成之后所产生的功能哈。所以说第一句和第二句呢，慧能就写这首诗句就告诉大家说呢，菩提自性，第一个它没有物质实体的，第二个般若智慧，菩提自性中的智慧，它也不是来自于我们第六意识心。
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都把很多知识学问吸收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。可是这个不是菩提自信，也不是般若智慧。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生命力、我们的创意另有来源，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大脑，或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心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。你如果从这个层面要去找菩提自信，是找不到的。再来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先讲何处惹尘埃，其实这一句话就是呼应到慧能一开始说的菩提自信本来清净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肉体、身心，肉体有南北之分，那第六意识心呢，是不是有上上人与下下人之分呢？是不是有聪明才智之分呢？这些都在凸显出肉体身心人有南北，佛性没有南北，人有南北之分。然后呢，第六意识心呢，有上上人有下下人之分。但是佛性有没有差异呢？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末意智嘛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没有人我分别心，这个所有众生佛性平等。这个佛性呢，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它并不是一个存在一个东西，而且呢，佛性是本自清净的。六祖开悟的时候就说啦，何其自性？我跳到后面你看，自性有哪些特征呢？本自清净的，不生不灭的，而且它本自具足，如来藏库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所以说，这一首诗句呢，前面两句话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生命的本质、本来面目不是物质肉体，真正的般若智慧也不是第六意识心，而这个菩提自性般若智慧的本质，它是空无一物的，就像虚空一样，可是它却能生万法，而且它本性清净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人有什么南北之分，不管你的念头有什么样的聪明才智的分别，身心是有分别的，会染污的。我们的思绪会有烦恼会有执着会有贪嗔痴爱这些，可是呢，自信不会受染着。换句话说呢，后天我们这个潜意识和我们的心灵呢，如果修，把这些乌云，前面有比喻成乌云，把这些乌云拨除的时候，其实太阳在宇宙当中，地球上面天气变化，乌云密布或晴天，对于太阳而言，地球上的天气，你看地球上的天气，地球上的灰尘能够污染到太阳吗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想象成太阳是一个大火球，是一个能量体的话，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源头的话，地球上你无论后天如何的天气变化，你地球上怎么样子的变动，能够在太阳上面染到灰尘吗？不可能的吧。所以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它不受你后天身心所染。所以说神秀说，时时勤拂拭，何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可是慧能站在这个太阳的角度，站在自信的层面的话，他说本来无一物根本不可能惹上尘埃，何来的时时勤拂拭呢？会染上尘埃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心，我们的潜意识，我们后天这个肉体有生灭，有生老病死，然后我们的意识心有贪嗔痴爱，有执着烦恼，有分别心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些意识深层的执着，这些无明。可是这些后天的身心的这些无明是我们要修去的。所以说神秀是站在后天肉体身心的角度在谈修行这件事情。可是六祖这首诗句完全就是说法不离自性，它是从自性，从太阳，从这个慧日的角度去探讨菩提自性本来的面目，从菩提自性的角度来看世间。所以说这菩提自性本来就是本自清净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本自清净的，它怎么会染上尘埃呢？太空外面的太阳怎么可能会染上地球上的灰尘呢？不可能的啊！
所以说，慧能这首诗句才是真正的站在了自信的角度呢，去体现自信的特性哦。而神秀的诗句，它完全是站在后天的角度，从肉体身心的层面来探讨他修行的见解。他还在从肉体身心的层面去找，想要找自信，可是还没找到。可是慧能呢，他不但没有读书，他慧能从来没读过书，也没有修行，也没有地位。可是他透过《金刚经》的启发呢，他瞬间呢就体悟到了菩提自信了，他就能够弟子自心，长生智慧了。所以说他已经从自信智慧当中不断的受益无穷了。那神秀还在门外摸索，所以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说神秀诗句跟慧能诗句表面上好像很像，其实他们所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。生命的本来面目没有这个物质的，般若智慧也不是我们第六意识心。太阳这个自信呢，本来无一物，它是像虚空一样，它没有任何的实体的。那怎么可能去惹上我们后天身心的这些污浊呢？所以说，一些大圣经典也说，像我们《圆觉经》也说嘛，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其实，在《圆觉经》里面也有提到身心众生的无明，就是因为把这个四大假合的肉体，还有六尘缘影形成的这个后天的心呢，当成真我，所以才有很多无明烦恼。那我们明天再补充一下《圆觉经》里面跟这首诗句有关的内容吧。我们今天就这首诗句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了哈。所以说六祖慧能呢，这首诗句呢，就完全呈现出了他对菩提自信本来清净的了解哈。那当六祖跟五祖教法，也就是说要启发所有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自信智慧，才能够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一起读一小段六祖坛经，就读到这边喽。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